乌第93旅绝地反击，俄敢死队18公里突进全线失败。乌军精确打击俄将领与补给线，俄军后勤瘫痪。乌军40架无人机夜袭莫斯科，俄防空神话崩塌。乌亮剑最新火烈鸟导弹，俄动作频频，欧洲边境安全再度紧绷。俄罗斯遭受巨额损失，燃油价格飙升创历史新高。俄乌局势惊心逆转，泽连斯基拒割地，普京被迫让步。泽连斯基指控俄方发动报复性袭击，乌克兰多城陷入战火。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8月18日，俄乌战争局势骤然变化，乌克兰军队发动闪电反击，在波克罗夫斯克至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一举夺回6个战略村庄，12天内将接触线推进1至3公里，取得显著胜利，而俄军在该方向遭遇重创。此次行动由第12亚速旅、第93旅、第92旅等多支精锐部队联合实施，针对俄军第132摩步旅在波克罗夫斯克至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渗透力量展开精准打击。经过激烈交战，乌军成功封堵突破口，收复尼卡诺里夫卡、新沙霍瓦、卢比日内、佐洛蒂克、洛迪亚兹、维瑟莱和赫鲁兹克6个村庄。反击行动仍在持续推进。战果显示，俄军付出惨重代价，910人阵亡，335人受伤，37人被俘，多辆坦克、火炮及超过90架无人机被摧毁。乌军展示了被俘俄军人员，进一步印证俄军在该方向的挫败。此前俄军试图突破的攻势被彻底遏制，前线局势逐渐趋于稳定。战术分析显示，乌军此次成功得益于迅速集结优势兵力，调整部署及多部队协同作战，在发现俄军突破口后果断反扑，打了俄军一个措手不及。但也有分析指出，俄军挫败可能属于局部战术失利，其后续仍可能展开反制行动。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战斗中，第93旅上演绝地反击，彻底粉碎俄军敢死队18公里突进计划。8月12日凌晨，俄军12人敢死队通过鼹鼠战术悄然穿越东部无人防守区，试图撕开乌军3年精心构筑的防线。然而第93旅及时出击，派出无人战斗车攻入北线维斯约洛村，侦察连配合火炮与无人系统精准打击，稳住局势并夺回部分未设防区域。24小时内，乌军从维斯约洛至库谢罗夫亚尔推进 3.5 公里，同时牵制北部企图切断后路的俄军。空中打击方面，乌军在顿涅茨克索列达尔地区出动米格29战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命中俄军临时指挥部，建筑被毁，浓烟冲天。索列达尔作为巴赫穆特战场的焦点区域，近期遭乌军空地联合作战持续打击，显著削弱了俄军前线及后方指挥体系。托列茨克战场上，乌军击退俄军增援，摧毁2辆坦克和3辆装甲车，东部交火依旧激烈。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基础设施发动空袭，苏梅、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成为目标，仅哈尔科夫就有12栋住宅楼被毁，苏梅州立大学校舍严重受损，损失仍在统计中。8月17日凌晨，乌克兰无人机对库尔斯克地区的雷尔斯克至霍穆托夫卡公路发动精准打击。当时一支俄军军事车队正在通行，画面显示多辆卡车被击毁，现场燃起大火，黑烟弥漫。此次袭击造成俄军重大伤亡，其中包括北部集团军副司令阿塞杜拉·阿巴乔夫中将。乌克兰情报部门证实，阿巴乔夫在袭击中手臂和腿部严重受伤，随后被军机转送至莫斯科维什涅夫斯基医院，虽保住性命，但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
俄方对此尚未回应。近期，俄方在库尔斯克已多次损失高级将领，例如此前海军副司令古德科夫在克雷涅沃遭乌军导弹袭击身亡，指挥部被彻底摧毁。乌方情报人员被指在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据 ISW 战争研究所消息，乌克兰军队近日还在苏梅方向展开反攻，成功收复阿列克谢耶夫卡和尤纳科夫卡两地，并向前推进数公里。乌方利用火力压制切断俄军补给线，多处后勤设施遭到破坏。在斯洛伯赞斯基一带，乌军第47旅趁俄军运送装备途中实施打击，炸毁了一座河桥及运送火炮的卡车。在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空军动用 GBU-62 制导炸弹摧毁了俄军桥梁和浮桥，进一步干扰其补给。现场画面显示爆炸威力巨大，河面水浪翻腾。整体来看，从苏梅到哈尔科夫，俄军的后勤体系正受到持续打击。整体来看，乌克兰前线的战局正在向己方倾斜。尽管俄军炮火密集，攻势频繁，但多为消耗战。乌军凭借坚韧防御和集中反击，使俄军付出巨大代价。结合远程打击能力的提升和外交筹码的增强，乌克兰在战略上逐渐获得主动，既能消耗俄方兵力，也为未来谈判争取更有利条件。前景虽仍充满挑战，但乌方的整体态势正在改善。近日，俄乌冲突再现重大动向，乌克兰派出约4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发动突袭，引发全球关注。长期以来，俄军一直以其强大的防空能力自豪，号称可拦截300架来袭目标，但此次防线却被乌军突破，一部分无人机成功抵达莫斯科市区，并造成一定破坏，俄军防空神话因此被打破。据报道，此批无人机趁夜色飞向莫斯科，俄军立即启动防空系统进行拦截。然而，由于乌军无人机技术升级，体积更小，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并可低空飞行，加之可能存在的防空部署或指挥漏洞，部分无人机顺利穿透防线。此次行动对俄军士气造成严重打击，也让俄罗斯民众对首都安全产生不安，进一步质疑政府的防卫能力。从战略层面来看，乌军这次成功突袭意味着俄罗斯本土不再绝对安全，俄方或将调整战略，将更多资源投入本土防御。这可能导致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的兵力和注意力分散。同时，这次行动极大提升了乌军士气，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乌军在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上的提升，可能促使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这场无人机突袭也存在升级冲突的风险，俄罗斯极有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使俄乌冲突进一步激烈化。总体来看，这次行动不仅彰显了乌军的反击能力，也再次提醒各方战争的不确定性仍在继续，和平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通过谈判，地区民众才能恢复安全和稳定的生活。在美俄加紧对乌克兰施压之际，基辅方面低调公布了最新型远程打击武器火烈鸟巡航导弹。据乌方介绍，该导弹可携带重达1吨的战斗部，最大射程超过3000公里，能够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西南广大区域。据 Nexstar 报道，火烈鸟在技术上借鉴了英国米兰尼翁 FP5 中程导弹，并在飞行性能上表现不俗，最高飞行高度约5000米，续航时速可达950公里，最长飞行时间超过4小时，可由飞机或地面平台发射。乌方已宣布该型号进入量产阶段，德国则在资金及零部件方面提供了支持。外界推测，柏林可能还向乌方转移了部分金牛座导弹的相关技术。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德国军工企业亨索尔特近期宣布，将把 TRML-4D 雷达的年产量提升至30台，该雷达是 IRIS-T 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方面也扩大了支援规模。乌克兰前外长库列巴透露，
巴黎向基辅提供的幻影战斗机数量由原计划的10架增加到20架。另外，欧盟还迅速签署了铁血安全保障，向乌克兰提供包括军事援助、经济支持及政治承诺在内的多方保障，彰显在俄乌冲突中的强硬立场。此举意在提升乌军作战能力，维护乌克兰主权，同时也显示欧盟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强化影响力。然而，外界分析认为，这背后存在诸多风险，军事援助可能加剧冲突，经济负担深重，且欧盟内部对支持力度存在分歧，可能引发与俄罗斯的进一步紧张关系。也有分析指出，随着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趋于保守，欧洲国家逐渐意识到必须承担更多责任。若乌克兰战局失利，俄罗斯的压力将直接转向欧洲本土，因此欧洲与乌克兰在安全上已难以分割。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军事装备领域动作频繁，普京推动基洛夫级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升级改造完成，装备先进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高达9马赫，射程达1000公里，同时改造了10组8联装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一次齐射数十枚远程导弹，并搭载舰载 S-400防空系统，极大提升了远洋作战能力和战略威慑力。外界认为，这标志着俄罗斯在海上力量投射和反介入能力上的显著增强，对北约构成新的军事挑战。北约方面也迅速作出回应，紧急向乌克兰增援 F-16战机，首批战机由丹麦、荷兰、挪威提供，数量约50架，后续比利时、希腊将提供超过60架，总体可组建5至6个战斗机中队。这些 F-16 经过现代化升级，具备全天候、超视距作战能力，可同时锁定多个目标并远程攻击。然而，由于飞行员培训不足、装备老化及乌方后勤保障有限，其实际作战效率仍面临挑战。部分 F-16 已抵达罗马尼亚费泰什地空军基地，俄方专家警告，这些战机若用于对俄作战，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最近，俄罗斯国内接连传出重大事故。8月15日，位于梁赞的 Elostik 炸药厂突发爆炸，事故几乎摧毁了整个车间。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34人受伤。俄方尚未公布明确的起火原因，早前部分俄媒曾将事故归咎于操作不当。两起事件叠加，使莫斯科在战场与后方同时承受压力，一方面外部矛盾升级，可能引来亚塞拜然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内部安全隐患频发，也加深了外界对俄方后勤与工业体系稳定性的质疑。另外，在乌克兰一系列的无人机袭击下，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大受损，俄国国内燃油供应持续紧张，汽油批发价已攀升至历史新高。据最新报价，油品价格日涨幅分别达到 1.33% 和 2.2%。自今年年初以来，92号汽油累计上涨约 38%，95号汽油更是飙升 49%。本月以来，已有3座主要炼油厂被迫停产，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的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8月2日、萨拉托夫炼油厂8月11日，以及俄罗斯南部规模最大的博尔加格勒卢克炼油厂。3厂合计年产能接近2980万吨，占全国实际炼油产量的约 11%。作为对比，路透社数据显示，2024年俄罗斯全年炼油总产量约为 2.67 亿吨。与此同时，梁赞炼油厂在遭袭后也仅能维持一半产能，该厂是莫斯科等中部地区的重要燃料供应点。其他遭到无人机打击的设施还包括塞斯兰、斯拉维扬斯克和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多重打击叠加，进一步推高了俄境内的燃料价格与供应压力。另外，在8月18日夜间的空袭行动中，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多地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其中敖德萨的亚塞拜然苏卡尔石油储备库遭受重创，现场在夜间燃起巨大火光，天亮后可见多座油罐倾斜倒塌，泵站大楼严重损坏。阿方初步统计称，
共有17个油罐和主要设施被摧毁，超过 1.6 万吨燃油化为乌有。这是本月第2次亚塞拜然能源资产在乌克兰遭到俄军攻击。就在8月8日，俄无人机袭击同一油库后，巴库方面曾警告称，如果莫斯科继续打击与阿方相关的能源设施，亚塞拜然可能考虑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禁运。如今再度受袭，矛盾愈发激化。分析指出，这一趋势反映了俄阿关系的持续恶化，也折射出莫斯科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衰退。近年来，无论是亚塞拜然、亚美尼亚还是哈萨克斯坦，都在俄乌战争背景下逐渐疏远俄罗斯，并在对外政策上更多的靠拢乌克兰与西方。当地时间8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谈及俄乌战争。他表示，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几乎可以立即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但他也可以选择继续战斗。特朗普强调，要记住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克里米亚早在12年前就被奥巴马拱手相让，一枪未发，如今不可能再收回。而乌克兰也绝不会加入北约，这些现实永远不会改变。另外，泽连斯基拒绝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停火条件。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普京的提议是冻结大部分前线，但要求乌克兰交出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包括那些从未被俄军占领的区域。对此，泽连斯基明确回应，我们不会离开顿巴斯。顿巴斯一旦丢失，将成为俄罗斯未来进攻的跳板。泽连斯基同时警告，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击，以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谋求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他透露，乌军已经在监测俄军的集结情况，国防力量将采取反击，必要时甚至动用不对称手段。有分析指出，乌克兰应该是认为放弃顿涅茨克剩余地区，相当于主动放弃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以及德鲁兹基夫卡等战略要塞。这些城市防御坚固，守护着通往哈尔科夫和第聂伯河的重要通道。一旦失守，俄罗斯很可能以此为跳板，再次发动大规模入侵。过去3年半的战争事实已经证明，俄军攻城能力极为有限，除非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否则难以攻克任何防御严密的城市。例如，俄军在红军村外围困了1年，仍未攻入。而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防御远比红军村更坚固。外界还指出，普京提出的所谓领土交换，本质上是一种欺骗手段，试图用言语诱导乌克兰放弃战略要地，而川普则将其视作交易艺术的实践。然而，乌克兰政府和绝大多数民众清楚，放弃国家最坚固的防线，无异于自杀。正如一句古训所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使威特科夫透露，普京已在原则上同意，美国和欧洲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协议，作为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乌克兰未来遭受新的侵略，美国与欧洲将被视为必须共同回应。这一让步被认为是突破性的。也有观点认为，停火谈判对乌克兰目前并无优势，前线局势仍焦灼，贸然谈判必然意味着领土让步。相比之下，乌克兰凭借稳住的经济与西方援助尚能拖得起，而俄罗斯则因制裁与战场消耗陷入困境，卢布大幅贬值，通胀飙升，财政与社会压力倍增，高加索及周边战略空间也在不断受挤压。而且种种迹象表明，真正急于停火的是莫斯科。甚至有消息称，俄方愿意在谈判中做出罕见让步，包括部分领土问题，以及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机制。这种反常姿态恰恰反映出俄方的困境。因此，乌克兰最有利的选择就是坚守底线，拒绝割让土地，采取拖自决，一方面通过弹性防御消耗俄军兵力，另一方面静待俄方因人口、经济等内部矛盾而先行崩溃。毕竟，俄罗斯不缺土地，却严重缺乏人口。
如今甚至不得不通过高额生育奖励刺激人口增长，反映出深层次的危机。最近，俄罗斯方面也释放出信号。俄罗斯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特使乌里扬诺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俄罗斯承认未来的和平协议必须为乌克兰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但同时强调莫斯科也应获得有效的安全保证。在即将赴华盛顿出席关键会谈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烈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新一轮夜间袭击。他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这是俄罗斯的一次示范性、报复性的攻击。普京刻意在我们与美国就战争前景展开会谈之前制造恐怖，企图继续对乌克兰和欧洲施加压力。据乌方通报，俄军在当晚共出动140架无人机和4枚导弹，对乌克兰6个地区的25个地点实施攻击。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击落了88架无人机，但仍有大量目标遭到命中，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在哈尔科夫，一处居民区被无人机击中，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幼儿和1名16岁的少年，另有20人受伤，其中6人是儿童，部分伤者情况危急。扎波罗热也在袭击中受创，造成3人丧生，至少20人受伤。当地官员表示，不少伤者生命垂危。泽连斯基指出，俄军的攻击不仅造成无辜平民丧生，还殃及一家亚塞拜然拥有的石油生产设施，显示出普京试图通过扩大打击面来破坏外交进程。他直言，俄罗斯正在故意杀戮，尤其是针对儿童。这就是我们寻求国际支持，结束俄方暴行的原因。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在美乌高层会晤前夕选择发动大规模打击，既是报复，也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所谓的强硬姿态。然而，这种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让特朗普在国际舆论面前陷入被动。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